和顾时宴结婚第7年，他上了其他女人的床。这一次我没有打电话质问，默默地留下离婚协议书，提着所有行李离开了这个家。他却不以为然，发来和其他女人的吻照威胁我，有种这次你不要服软。我平静挂断电话，拉黑他所有联系方式。1个月后，顾时宴却忍不住主动来到了我家，可开门的却是我的新婚丈夫。他终于急了，林婉婉，我错了，你别闹好不好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顾时宴7周年纪念日，我给顾时宴发送了短信，让他一下班就来餐厅。这个餐厅不好定位子，我提前1周就预约了。顾时宴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6点之前，顾时宴告诉我开个短会，6点半之前一定会来的。我还让他顺便去珠宝店把之前我设计好的对戒带过来，毕竟我们结婚7年了，之前的那对戒指材料不算珍贵，是纯银的。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顾时宴也在商界有头有脸，自然要戴上符合他身份的戒指。可是我坐在餐厅，等到9点多，客人陆陆续续的来了又走，我看表看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12点，服务员好心提醒我他们要打烊了。我哭坐了一下午，现在腿都有点麻了。我给顾时宴打电话，那边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，我的心情是有些低落的。我还记得刚刚结婚那会儿，顾时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跟我过节的机会，只是他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对我也越来越敷衍。在结婚第4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只剩下过纪念日了。7年之痒这个词让我的心中不免担忧起来。只是刚刚出了餐厅，我看到顾时宴和一个女人手挽手走进了隔壁的酒店。我站在风里，还不到冬天，却觉得晚风这般刺骨。我不敢置信，拿出手机来，放大再放大。那个侧脸我实在太熟悉了，是7年的每个夜晚我看了无数次的脸庞，鬼使神差的，我按下了快门。我从未想过顾时宴会背叛我，更没想到会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。极目2个背影越来越远，我到底是脱了力，跌坐在地上，久久起不来。我是因为家里的恩情嫁给顾时宴的。当初我爸救了顾时宴的爷爷，没错，是用命救下来的。顾时宴的爷爷不仅给了我孤女寡母钱，还尽力培养对我的教育。幸亏我的成绩很好，能够与顾时宴考上同一所大学。毕业之后，顾时宴的爷爷直接做主，让我嫁给了顾时宴。对此，顾时宴并没有反对，甚反而对我很好，就像在学校里一样，处处照顾我，也会帮我撑腰。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被顾时宴赶得远远的。我以为顾时宴是喜欢我的，不能出轨是顾家的家训。先前顾时宴也跟我保证过，即便是他死了，他也不可能出轨的。如今看着这样的一幕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家的。打开手机，却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2只手十指相扣，那对我精心设计下的对戒闪闪发光。配文：你的戒指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了。我拿着手机愣在原地，任由刀锋搅烂我的心脏。没错，我是珠宝设计师，这对对戒是我花了1年精心画出的设计稿，世上独一无二的设计，承载着这么多年我对顾时宴的暗恋和情感。当初我喜欢顾时宴这件事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以为我藏得很好，却在得知自己要嫁给顾时宴的时候，跟他全盘托出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没在顾时宴的脸上看到惊喜。他一如既往的淡淡一笑，只是握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。”
即便那时候顾时宴手心里一点温度都没有，我无力地坐在了沙发上。那个号码再次给我发来了信息：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顾时宴的初恋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退位了。初恋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在顾时宴高考结束后，曾经出国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的联系。但是有人传闻顾时宴在国外有一个女朋友，其中细节顾时宴没说，我也没问，毕竟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不过没资格吃的醋才最酸。等顾时宴回来以后，我们恢复了往日的相处模式，对于那个所谓的女朋友，无人再提起。顾时宴的心思是很重的，即便是结婚7年，我也未曾真的了解过他。他似乎不太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。7年来，我像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一点点地参透顾时宴的喜好，尽量表现得乖巧，不让他对我厌恶。可是如今，竟然有人可以让顾时宴打破自己的底线，抛弃我这个7年的糟糠之妻。我死死捏着手机，甚至都没有勇气给顾时宴打去电话。我冷静地给律师打去电话，让他给我打印离婚协议，淡定地去收拾这个家里属于我的东西。这个公寓是顾时宴当初用赚的第1桶金买来送我的，名字写的也是我的名字。可是7年来的生活起居都是在这个公寓里，走在公寓里的每个角落，都会让我想起所有的点点滴滴。我是如何爱顾时宴的，又是如何小心翼翼的，还有顾时宴是如何对我的。在外人眼里，顾时宴对我很好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可只有我自己清楚，我们之间他总是差点东西的。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例行公事。我将公寓挂卖后便离开了这里，而顾时宴一夜没回来，也没有他的消息。也是初恋回来，自然是要满心欢喜在一起的。可是好奇怪，没有顾时宴的消息，我竟然也没有那么抓狂了。或许7年的时间足够让我接受顾时宴不爱我的事实。我在工作室的时候，临时通知要去临市见客户，我才发现我的身份证似乎落在公寓了。当我回去以后，公寓的一切还是我离开的样子，丝毫没有住过人的痕迹。我看了看整洁的公寓，就连苦笑都显得苍白。离婚协议还静静地躺在客厅的茶几上，我盯着那几张纸愣了好久。1周了，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够让顾时宴如此着迷呢？算了，本就已经打算离婚了，顾时宴跟谁在一起，或者爱谁，都跟我没任何关系了。我找到自己的证件，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却听到了开门的声音。我的视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和顾时宴相撞。顾时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和平常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只是眼中的冷淡更盛。你干什么去？简单的一个问题。我知道顾时宴只不过是随口一问，他不会真正担心我的事的。就像是有一次我去出差，害怕顾时宴不习惯，特地发去信息跟他说了一句，顾时宴只是淡淡的回复了个嗯，语气里带着疏离。那半个月里，顾时宴竟也没问我具体在哪，饭吃的习不习惯，就好像我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妻子罢了。我们之间除了恩情，便是那一张具有法律效应的证。我也淡淡的回了句出差。顾时宴愣了一下，往日他一回家，我总是会热情地凑上去，索要一个吻或者抱抱。即便顾时宴不情愿，我每次都会耍赖得到我想得到的。这次的我冷漠疏离，倒是让顾时宴愣了一下，可他也只是迟疑了那么一下罢了。即便我习惯了，心里还是不受控制地紧了一下。你要的对戒。顾时宴将一个首饰盒拿出来，放在了玄关处，便弯下腰来换鞋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亲手设计的对戒，我自己还没戴，就被别人戴过了，忍不住泛起恶心来。我低下头看了眼顾时宴的手，没有戴之前的戒指，空空如也。怎么没戴对戒？本是试探性的问题，我却看到了顾时宴的身子一僵，马上又淡淡回答：“你不是买了新的吗？那个丢了，丢了呀！”我的心里传来了密密麻麻的疼痛。之前我和顾时宴结婚的时候，他家的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连个婚礼都没有给我。这对戒指还是我在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助理，是我的老师送我的，虽然不贵，却很有新意。我确实是要换，却没想着扔掉，毕竟也见证了我们7年的感情。真的是扔了吗？还是说害怕耿雪看到呢？要是换作平时，我一定会大吵一架的。可是现在没必要了，这种事你也要跟我闹吗？顾时宴不耐烦地拧眉，大概是我沉默太久了，他以为我要发作了。我对这对戒指有多爱惜，顾时宴比任何人都知道。之前我去洗澡的时候，不小心弄丢了，我差点没把整个洗浴中心搅得鸡犬不宁，就连警察都惊动了。当一群人帮忙找到后，看到是纯银的材质，纷纷对我侧目。他们不理解我是顾家的人，身家过亿，竟然能够为了对纯银的戒指，连警方都惊动了。当时顾时宴赶来的时候，看到我闹这么大的动静，有些嫌弃，他训斥我：“不过是个破戒指罢了，你激动什么？现在你要买什么没有？”我委屈极了，直接红着眼回答顾时宴：“它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，怎么可以丢呢？”顾时宴似乎丝毫不能理解我的小题大做，甩手将我独自一人留在了场上。我知道顾时宴是觉得我给他丢脸了，以往只要顾时宴露出这样的表情，我总会凑上前去，抬手将他的眉头抚平。我很害怕顾时宴生气，正如我在这段关系里总是做小伏低，比起受委屈，我更害怕失去顾时宴。如今我不在乎了，我发出一声冷笑：“没必要闹，随你怎么处置。”说完，我顺手将新的对戒丢进了垃圾桶。别人戴过的，我不会再要，我嫌脏，我也不会用我的心血来成全别人。大概是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顾时宴，他随手抄起了玄关处的一个陶瓷娃娃，摔在了地上。林婉婉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跟谁闹脾气呢？不就是没跟你过周年纪念日吗？至于小题大做，你多想想，你的安稳生活是谁给你的？巨大的声响吓得我一激灵，陶瓷碎片划伤了我的小腿，伤口处冒出了血珠，我竟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。当初这个陶瓷娃娃是我在3年前的情人节硬拉着顾时宴去填色的，虽然不是那么好看，但也算是我们之间少有的一起完成的物件了。突然想起我和顾时宴的感情，就像这个易碎的陶瓷娃娃，只要静静放着，还可以安然无恙，却经不起任何的动摇。反正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我背起了我的包，随手将拍到的照片和耿雪挑衅我的信息截图全都发给了顾时宴。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，顾时宴低头看手机，我看着他的脸色一点点变苍白。我冷笑，以前爱顾时宴的时候，他即便是做错了什么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难堪，也想给顾时宴留下体面。如今没必要了。还不等顾时宴说话，我继续道：“离婚协议在桌子上，我签过字了。等你定个时间，我们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吧。”我刚要走，却被顾时宴死死抓住了手腕。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过是和朋友叙旧罢了，至于闹到离婚的地步吗？你总是小题大做，你知不知道跟你结婚我很累啊？”顾时宴眼中的厌烦
溢于言表，似乎做错事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我冷笑，手腕处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，我拼命挣扎，这才抽出来。续就续一晚上是吗？给我发个信息，让我不要在餐厅等你很难吗？我的戒指别人戴得欢喜吗？既然累了，那就离呀。说罢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门被我摔得震天响。我蹉跎了7年的时光，换来的竟然是顾时宴的狡辩。即便他真的只是和耿雪叙旧，难道最基本的边界感都没有吗？甚至为了不让耿雪难过，他扔掉了原本属于我们2个的对戒，还随意让耿雪拍了2人带着我设计的对戒拍照。这一切没有顾时宴的纵容和默认，耿雪怎么敢的呢？要是没有看顾时宴的手机，耿雪又是怎么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呢？晚上我便收到了顾时宴的微信，是一张照片，他和耿雪的吻照，2人表情沉迷，不像是摆拍的。我以为我会难受，我也以为我会控制不住。奇怪的是，我内心毫无波澜了。我没有回复。隔了半个小时，顾时宴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原本我不想接的，转念一想，万一人家只是想跟我说去民政局的时间呢？林婉婉，你确定要离婚是吗？顾时宴愤怒的声音从听筒传来。我愣了一下，难道顾时宴给我发来这张照片，不就是想让我确定离婚吗？我反问了一句，不然呢？过去的很多年，我对顾时宴的态度从未这般冷淡。顾时宴自己也知道，他对我有多么的重要，我有多么的舍不得他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曾经我也因为顾时宴和公司的秘书只不过是巧合的胳膊碰到了一起，被我揪着闹了好几天，秘书也被我骂到辞了职。为此，顾时宴跟我冷战了好几天。他厌恶地看着我，对我说：“林婉婉，你简直是个泼妇。”原来顾时宴是故意激怒我呀，让我重新做一个泼妇，然后被他将我讽刺得体无完肤。只是这次顾时宴打错了算盘。顾时宴没料到我会如此平静，竟然恼羞成怒吼道：“林婉婉，你别后悔，有种这次你别服软，我还能高看你一眼。”也不怪顾时宴这么想我，当初种种，哪次我闹脾气不是自己主动低头认错呢？即便错的那个人不是我，顾时宴就只需要站在那里高高在上，我得仰望他。可是我仰望的脖子都断了，我不想继续这么卑微了。或许顾时宴出轨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情，可我们之间结束，又岂是仅仅因为一次出轨呢？我抿抿唇，没有什么情绪回答。周一下午5点吧，我知道你那个时候没事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。末了，我还不忘提醒一句，别迟到了，没有人总是会等你的。电话挂断后，我陷入了沉思，似乎跟顾时宴结婚以后，我总是在等他。纪念日等他1晚上，做好了一桌子菜，等到菜凉。我过生日的时候，等到奶油都塌陷了。我总是给自己编织一个顾时宴，只是时间忙罢了，他仍旧会陪着我过的，只不过卡着点。短短几分钟，却让我误认为顾时宴也是在乎我的。没想到离婚很顺利，顾时宴难得来的准时，倒让我没想到，顾时宴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晦暗不明，反倒是我心里无比的轻松。顾时宴欲言又止，我装作没看懂，径直往里面走。此刻顾时宴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停下脚步，我却清晰地听到了电话那边的女声：“时宴哥哥，我被车撞了，你快来医院。”我愣住，看着顾时宴脚步朝外走，我不免恼怒。在他冲出去之前，我吼道：“怎么？难道你连2分钟都不肯给我吗？他能给你打电话，就证明他现在还死不了。”顾时宴顿住，他回头看我，眼神像是在看什么异类一样。“林婉婉，我现在没时间陪你胡闹了，
你不就是故意把我叫来，让我给你台阶吗？雪儿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雪儿帮了我很多，要不是她替我拉来投资，我也不会那么快东山再起。话落，顾时宴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，急匆匆地离开了。我坐在了楼梯上，心力交瘁。到了现在，顾时宴还在以为我是在胡闹，在他的心里，我总是不堪的。我落寞地站起来，像行尸走肉般走在路上，满脑子都是当初顾时宴曾对我说：“婉婉，感谢你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不离不弃。”原本是一句平淡的话，却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千层浪。如今想来，这句话不像是对我说的，倒像是说给顾时宴自己听的。或许那个时候，他不停地暗示自己，我对他的陪伴足以感动他。而顾时宴说耿雪帮助他这件事，为什么我不知道呢？忽的，耳边传来了刺耳的刹车声，我还没回过神来，身体被人直接拉到了一边。我和那人齐齐倒在地上，我心有余悸，睁开眼看到离我很近的人，不免让我眉心一跳。你疯了，不想活了？季之礼黑着脸，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。季之礼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，平时的他总是严肃的，一张面瘫脸，我们没什么交集，除了开会的时候，他无差别地攻击所有人。那时候我心里对季之礼是惧怕的，没想到季之礼会救我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没有，只是没看到，即便是解释，也显得过于苍白无力。季之礼将我扶起来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民政局，他拧眉：“来离婚的。”我诚实的点点头。没想到季之礼脸更黑了，为了一个男人至于吗？寻死觅活的。我本想解释，却被季之礼拉着离开了这里。他一路上开导我，喋喋不休，一改往日的严肃。落日洒在季之礼的脸上，镀上了一层金光，好像季之礼还挺好看。季之礼将我送到了楼下，从口袋里给了我一张邀请函，收拾一下，明天陪我去个酒会，有个顾客很喜欢你的设计。我乖巧的点头，又客气的目送季之礼离开。看着设计精美的邀请函，我深呼了一口气。最近确实因为离婚的事搞得我焦头烂额，很久没有好好工作了，客户也流失了一大半，是该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了。至于离婚的时间，择日再说吧，毕竟长辈那里还没交代。第二天我换好衣服，下楼却发现季之礼的车停在了我家楼下。我吃惊地站在车前，季之礼却走了下来。走吧，我带你一起去。虽然不知道季之礼的意思，我还是乖乖地坐了进去。作为商业巨头，季之礼一进门便被好些人围了上来，他们热情地跟季之礼打招呼。季之礼大方地回应着任何一个人。我和季之礼前脚刚进去，我一回头，竟然看到了顾时宴和耿雪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耿雪的正脸，确实是顾时宴喜欢的类型。不得不说，顾时宴藏得真的很好。结婚7年了，我都不知道有耿雪这个人。耿雪迎上我的目光，朝我得意一笑，我只觉得她蠢。耿雪朝我缓缓走来，她故意压低声音，挑眉道：“我在实验哥哥心里的位置永远比你重要。昨天我不过是简单的苦肉计，实验哥哥就能抛下你来找我。”我嗤鼻一笑，可能你的实验哥哥没告诉你，昨天他是跟我离婚了。要是你不闹那一出，我们可能就顺利的离了。耿雪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，她手里的香槟杯被她死死捏着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来。可能你的实验哥哥还得感谢你，不然他可没跑掉的借口了。耿雪气得脸红通红，扬起杯子朝我泼来，忽然一只手将我拉开，香槟倒在了地上。
我回头一看，是季之礼。没事吧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看到季之礼眼底的担忧，我木讷地摇摇头。这个小插曲引起不小的躁动，不少人看了过来。顾时宴本来在跟别人交流，看到我和耿雪之后，也走了过来。季之礼冷笑一声，看向顾时宴：“管好你的人，别在这种地方撒泼。”顾时宴不解地看向耿雪，耿雪委屈巴巴地凑到了顾时宴身边。婉婉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，说我不要脸，勾引你。我只是淡淡的笑，没有解释。林小姐，你怎么在这？好巧啊！顾时宴还没发作，李总走了过来。这个李总就是刚刚和顾时宴攀谈的人，是商界很厉害的投资人。按道理说，我这种设计师是不会跟投资大鳄有什么联系的。顾时宴恰恰就是想到了这点，才更加疑惑。李总，您认识他？李总笑了，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林小姐，我还不认识你。之前要不是他总是拉着我跟我拼酒量，他的真诚打动了我，我才给你投资的。话音刚落，顾时宴和耿雪的脸色很好看。耿雪面对顾时宴质疑的眼神，心虚地低下头。顾时宴又眼神复杂地看向我。没错，当初在顾时宴事业最难的时候，我刚好得知李总身份，我托了好多人才跟李总搭上话。我也知道，只有李总能帮上顾时宴。起初接近李总确实是困难的，要不是我帮他老婆设计了一款珠宝，这才见到李总。我知道李总喜欢喝酒，即便是喝到了胃出血，仍旧陪着他。没想到这所有的功劳全都被耿雪冒名顶替了。李总跟我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。耿雪拉着顾时宴想要解释，却被顾时宴一把甩开。耿雪无措地站在那里，顾时宴只说了一句：“滚！”耿雪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，看我的眼神却淬了毒。我毫无波澜，一个渣男，一个贱女，本该是锁死的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。在我要走的时候，顾时宴突然拉住了我，他的神情复杂。我勾唇一笑：“顾总，你今天是不是有时间啊？我们可以去离婚了吗？”顾时宴握紧拳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来真的？为什么？”刚好季之礼朝我走来，我亲昵地挽着季之礼的胳膊，大方笑道：“因为我找到了我真正喜欢的人。”我明显感觉到了季之礼的身子一僵，我怕露馅，招季之礼眨眨眼，投去求救的目光。顾时宴抓狂地想要拉开我，却被季之礼挡在了我的面前。“顾总，请不要再骚扰我的女朋友了。”顾时宴愣住，可他似乎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，朝我招了招手，语气软了下来：“婉婉过来，我们不闹了好吗？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感情了吗？”清楚地记得，不论是和顾时宴结婚，还是在上学的时候，只要顾时宴惹我生气了，我赌气不再理他的时候，他就会用温柔的语气这样对我，朝我招招手。我的心瞬间就软下来了，屡试不爽。或许在顾时宴的心里，我不过就是一条狗，只要他肯为我花一点点的心思，即便是假的，我都愿意去妥协。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我们之间最没得谈的就是感情，可是我家还欠你家的恩情啊！我说过我会一辈子来还的。这句话恐怕是最近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我嗤鼻一笑：“你欠我的岂是这么一次的恩情？当你和别人睡在一起的时候，又把我置于何地呢？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不觉得很恶心吗？”我将积攒了很久的怨恨全都说了出来。我不再在乎顾时宴会是如何的心情，拉着季之礼离开了。出了宴会，我如释重负的长吁口气，只是才想起我还拉着季之礼的手，连忙抱歉道：“对不起季总，是我利用了你，
我只是想早点把婚离了。季之礼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我利用了他，真的害怕季之礼会生气，万一开除我就不好了。如果一直利用，也不是不行。季之礼好听的声音传来，虽然很低，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，震耳发聩。我正愣在原地，不敢置信地看向季之礼，他眼中含笑，那张脸一如既往的好看。一时之间，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，视线一动不动地落在季之礼身上。季之礼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果你听不懂的话，我来解释给你听。”我说：“林婉婉，我喜欢你，我可以让你利用一辈子。”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头脑发懵，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没出息地跑掉了。我记得我和季之礼在公司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，甚至连接触都没有。即便是聚餐，我都会躲得远远的。我不是很喜欢社交的人，更多的是想做个透明人。可能和季之礼离得最近的时候，是在一次谈客户的时候。那时候我还是助理，我的老师突然 U 盘出现了问题，里面的东西都是我做的。他调不出内容来，便没办法继续讲下去。当务之急，我直接上台，行云流水地讲完了一整套理念，而季之礼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眼神一瞬不瞬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事后，季之礼虽然没说什么，却将我直接提拔为设计师。难道是在那个时候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的视线全部放在顾时宴的身上。在他之前，我的心里和眼里容不下任何一个男人，我更不知道该如何和其他男人相处。不怪我逃得如此狼狈，直到回到家，一切都像是一场梦，我消化不了。季之礼的信息随即发来，我手忙脚乱地打开手机，上面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话：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解决了，再来上班。带薪。我可不想做小三，言外之意便是让我离婚。看着这句话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原来季之礼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！大概是顾时宴将我们离婚的事告诉了长辈，先是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，细数顾时宴好的地方，唠叨的我不厌其烦。最后我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妈，顾时宴和别的女人上了床。”我妈愣住，沉默了很久，直接闹了起来。自然不是跟我闹，而是去顾家闹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在我妈面前只说顾时宴的好，不让我妈担心。就算是顾时宴没有好，我也会编造。我妈不可能知道顾时宴对我不好。我妈的性格本来就泼辣，不会让我受委屈。一夜之间，顾家的人都知道了顾时宴做的混账事，跟我道歉之余，还让我给顾时宴一个机会。这次我的心不会再软，对他们统一口径。出轨的事，我不会原谅。顾家人没脸继续劝下去，我直接放话给顾家人：顾时宴要是不来，我直接起诉。离婚很顺利，只是这次的顾时宴没有当初的跋扈。在门口，他看着我，语气软了下来，充满祈求：“婉婉，我错了，别离开我好不好？”我笑了，明明是狠话，却失了怨毒。顾时宴，我给了你无数次机会，7年的时间，我以为我可以感动你。我受委屈的时候，你视若无睹；受伤住院的时候，从来不见你的人。我无比珍惜属于我们之间的东西。可你弃如敝履，这样高高在上的你，凭什么以为只要你低头，我就必须要原谅你呢？我死咬着嘴唇，嘴里一股腥甜。我就这样认真地盯着顾时宴，眼如那过去的7年，我总是希望顾时宴的视线可以落在我身上，哪怕只有一瞬。我卑微过了很久很久，随便来一个人都可以夺走顾时宴的注意力。跟顾时宴在一起，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。可是我逃不出，像是找不到缺口的困兽，
似乎顾时宴现在很爱我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们两个的千丝万缕，不过是我一味的付出。我家对他家的恩情，没有这些，什么都不是。说着这些话，想起当初的自己，我心痛到摇摇欲坠，竟没察觉到季之礼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，牵着我的手。他掌心的温度传来，遍布我的全身。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季之礼的声音温柔，却能穿过我的耳朵，落入我的心房。往日总是我在对顾时宴说这样的话：我在家等你，我在餐厅等你，我在路口等你。每一次的等待都没等到，这一次我终于也被人等待了。我不会让那个人空等一场。顾时宴还想说什么，大概是看到季之礼，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最终由了我。当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双翘首以盼的眸子。季之礼朝我招招手，我朝他走去。顾时宴叫住了我：婉婉，对不起，我耽误了你7年。我同意离婚，不是不爱你了，我只是没脸继续耗着你了。希望你幸福。我回过头，释怀地笑了，语气却也冷淡。你耽误我的，又岂是那短短的7年？7年不够。在顾时宴看不到的时光里，我喜欢他很久很久。顾时宴僵在原地，我却牵上了季之礼的手。我笃定顾时宴这辈子不会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了。为了他，我付出了一切，也曾为他拼搏过，委屈过，隐忍过。后悔吗？其实并没有。我大大方方地为自己的心动买单，往后的日子只希望不会再犯错。季之礼认真地开着车，突然回过头来，认真地跟我说：下次你来这里就是跟我了。但是我不希望我们来2次。我忍俊不禁，可心中还是充满了温暖。原来真正的被爱是能感受到的。比起曾跟顾时宴在一起的患得患失，那原本就是爱得不够深。我不会去否定任何一个人，即便有过一段不好的过去，我想牵手就不会怕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